亲王说了，要是真出来个曹操，头一个就饶不了了。就做个曹操又如何？当年汉室没有曹操，不知会有多少人称王称帝，哪里会有后来的三国归晋？可毕竟是三国归晋，并没归汉呢。那不算什么，只要江山重归一统。不知咱这大清江山，将来会归到哪里去？哎，对了，西德，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认识孙文。岂止认识，知之很深。这个人真是个谜啊！你看他一回国，就把自己弄个临时大总统，明摆着是与大清决战的架势。哎，你说他真有这个实力吗？他不在乎有没有实力。啊？你说什么？他不在乎？要打仗，要改朝换代，靠的就是实力啊！从甲午年间起，至今16年，他一次又一次的举行反清起义，哪一次是有实力的？可他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搞了10次。魏廷啊，你不能说他没有成功吧？啊，是，就是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啊？表面上看，不过一介书生，可成百上千的精英人物都跟着他，千难万险，矢志不移。你说，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有一个诚字，可以聚拢人才；只有一个公字，可以号召天下。魏廷啊，此人真诚的能让你掏出自己的心窝，此人永远一秉大功，心中绝无一毫思念。西子啊，言过其实了吧？你说他没有一毫思念，这怎么可能嘛？就说他当总统这件事儿，很难说就没有私心。我敢保证他没有私心。唉，曹操当年已是魏王，距离皇位只有半步之遥，可他就是不迈出这半步。魏廷啊，要叫我说，曹操不称帝才是有私心。他怕后人说他篡汉，是乱臣贼子。孙文没有这些顾虑，他的理想是创建共和，有了机会他就把共和国建立起来，这是执着。你顶多可以说他没有实力，不合时宜，但你不能说他有私心。敢想敢干，我不如孙文呐。哎，西德，我想让你去趟南京，会会你这位老朋友。蒋干过江，西子怎么能是蒋干呢？至少也是庞统啊！这个地方是明孝陵，我想好了，我死了以后就埋在这儿算了。哎，你可不能死，你还欠我一顿饭呢。杨度啊，不，是你欠我的。
你真会耍赖。你请我，哼，最后是我付的钱。哦，对对对对，是你请的，你当时还把我灌醉了，不就3块钱吗？哎，你现在是大总统了，我要罚你补偿回来。南都，我民国还有还有10几万呢。我借个几块钱请你吃饭，该够了吧？你也太抠门了吧！抠门儿？我倾囊而出啊！西子，跟我干吧，我管你一辈子饭。那不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咱们有约在先。你的南京是共和了，可北方还是专制。武昌还有个黎元洪，现在是3足鼎立。黎元洪也举的是共和的旗帜，他跟我是一致的。那就算是南北朝吧。你要搞共和，袁世凯要搞君主立宪，共和君宪还不知鹿死谁手呢。唉，你希望鹿死谁手？我想听听你的。从朋友的角度说，我希望你赢啊。好，你的劲儿比我大。可你的共和我不赞成。从信仰的角度说，我希望大清赢。可大清实在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靠这帮的皇亲国戚搞出来的君主立宪也是假的。嘿，我早就不指望了。你指望袁世凯是吧？我知道你在帮他。我是在帮他，我是在帮他，但我只能帮他搞立宪，却不能帮他当君主。我试探过他的意思，他是大清的臣子，绝不愿担当大逆不道的罪名。看来袁世凯只有一种选择。什么？哎，等等，哎，你刚才说什么？哎，刚才你说什么？杨度，你给我说说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办事但求兴利除弊，很有手段，但大是大非绝不含糊。一旦下了决心，百折不挠。办事心力除弊，绝不含糊，百折不挠。我曾听说他离开北洋军有3年，可北洋军还是听他的。凭什么？所有的北洋军官都是他一手培养的。不过也不光因为这个。有一回，我看到一个北洋军官对他说：“公宝，你永远是手心，我们都是你的手背。”你猜他怎么说？说什么？他说：“不管手心手背，握起来都是一只拳头。”杨度，我见袁世凯，我要和他谈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告：孙中山大总统签署命令，民国国民限期20天剪除辫子，否则以违法论处。孙中山大总统签署命令，民国国民相见废除跪拜礼仪，相见以鞠躬为礼。中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告。拒绝承认，为什么？啊，来，里边。我问你，放到里边。跟各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取得联系了吗？这儿。为什么没联系？你知不知道？各国承认我中华民国的重要性。你这样，召回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继续争取外交给予承认。大总统，武昌刘延宏大都督来电，建议大总统退位，南北议和。黎大都督的意思，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回电，闻大总统之旨，乃17省咨议局代表选举而来，若去之，也需17省代表共同表决。北京方面急电，据悉，大清隆裕皇太后带图认捐300万两白银支援前线。外电大华认为这是皇亲国戚们贪污民脂民膏的罪证。这封电报很好，登在《民国日报》上，要赶快出。好。总统办公厅收到100多封电报，推举大总统的兄长孙梅先生为广东大都督。李秘书，哎，给我倒点水。好。替我打个电话，我等会儿回答你。好。大总统，英籍美国人邓肯要求在大总统手下谋求一个秘书或者对外联络处的差事。打通了吗？对方占线。好，继续再打。以后这种事情你们自己考察就行了，不必向我报告，好吧？对了，加拿大人杰克·奥尔来信要您一张照片，您看。我自己的照片你那儿有吗？你给他就行了。哎，你叫赵秘书来一下。好，赵秘书，来一下。向各界回电，搬到这边来。家兄质直过人，素不贤于政治。放这儿吧，来，放这儿。阅读重任，绝非所宜。好，放好啊。声闻。大总统，安徽都督急需政府划拨军费。给我看看。您是哪一位？大总统，李平来电，您接吗？对不起，李先生，大总统公务繁忙，请你稍后再打。这个先批20万。好的。大总统，财政总长报告，到昨天为止，民国的财政经费只有10块钱了。林秘书，你回来。啊。你说什么？只有10块钱了？啊，只有10块钱了。那我批20万，这不是鬼话吗？大总统，练兵处请求增拨练兵费用，他们要多少？他没说。我们去看看吧。大总统，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回头再说。您先看看吧。这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叫魏子维的来信，希望您不要过多的出席公众的集会，没有保镖哪儿也不要去。大总统，等会儿再说。香。吃。来吃这个。好吃吧？真香啊！哎，小心点，别烫着。快吃吧。看什么看？吃啊你！咸爷脏是不是？就是脏嘛，就是脏嘛。这还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吃，脏你也得吃。不吃吗？不吃吗？吃，你脏，我不吃，我不吃嘛。我说不快跑！我吃，快跑，爷爷快跑！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不吃就不吃，天得给你吃。这孩子你就吃了嘛。你不吃我爷爷我自己吃。行了，
我要见皇上，老人家，我要见皇上，我们这儿没有皇上。哎呀，老人家，您出去，我要见皇上，这不能随便进的。有什么事您我要见皇上，请您出去让我见皇上。您出去，老人家，我们这儿没有皇上。皇上，老人家，请您出去好吗？我要见皇上，我们这儿没有皇上。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怎么回事？老人家，他要见你。您找我？皇上！哎呦，老人家，快起！皇上，请起啊！老人家，快起来啊！我不是皇上，是总统，您起来。皇上又该称呼了。皇上是皇上，总统是总统，他不是一回事情。皇上就是皇上，皇上恕罪。哎呀，这老人家，快来，快起来！我跟你讲啊，现在我们不兴这个。皇上。现在姓什么呀？你看啊，这叫鞠躬。皇上恕罪，皇上恕罪，皇上恕罪。来，您起来，老人家，你们吃饭，我们到里面坐好吧。来，您坐这儿。谢皇上赐座。坐。老人家，请喝水。你们这些当臣子的，就当着皇上的面。老人家，他们这些人呐，不是什么臣子。我们呐，都是民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咱们一块儿吃。老人家，一块儿吃一点吧。您把水放下，放下。皇上就吃这个呀？您感觉我们应该吃什么呢？小民听说，老佛爷用膳呐，都是几百道菜，这边是牛肉，这边是猪肉，前面是山珍海味呀。老人家，您贵姓？禀皇上，小民免贵姓萧。您坐下。从哪来呢？禀皇上，小民从扬州来。我说，萧老汉，您不要一口一个禀皇上。这个，也不要称呼自己小民。我们现在民国政府啊，实行民主。谁是民主？不是谁叫民主，是这个，它是一个制度。就是说，民众啊，当家做主。所以说您老人家不能叫自己一个小民，在您老人家面前，我们是小民，您是大民。皇上是小民，小民倒是大民，这不颠倒乾坤了吗？这就说对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正是要改天换地。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我们民众希望新朝永在，皇上万年。那不成，您坐。我跟你说，我这个大总统啊，任期只有4年，到时候我也得退休呢。皇上得干一辈子，哪有什么退休的呀？这就是区别呀！民主共和绝不搞终身制。您吃饭。那皇上干什么去了？喂。你说。你这样啊，我叫李秘书记下。喂。请讲，大总统，北京方面来电，有人在策划兵变。再见。再见。老人家慢走啊！再见。慢走，老人家慢走啊！来，坐，来，咱们继续聊。来，边吃边聊。好，我们一定要重视。这老汉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尽快的推翻封建专制。李秘书，给袁世凯发电。好的。胡说！你们信吗？暂时的，有谁当大总统还要他暂时的？
孙文说，只要推翻专制政府，放弃君主立宪，其他一切都好商量。没商量，回殿。真是，你看看我真是，是。哎呀，赶快想个什么办法吧。好好歇会儿啊，好好歇会儿。哎，孙先生，袁世凯回电。来，君主共和问题，宪方复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大总统之说，闻所未闻，未敢与闻。袁世凯的心思，我明白。我的心思，他是一点都不明白。换个曲子，换个曲子。是。春江花月夜。我能有什么心思？这连3岁的小孩都知道这个人，石头比鸡蛋硬，这事实明摆着嘛。你不就那几千兵马吗？哦，对了，还有几千条破枪。依我看，这《春江花月夜》的曲子里，要是加点炮声、枪声，只怕就不那么好听了吧。我知道袁公有实力强大的北洋军，可袁公你也要知道，我孙文并不怕打仗，真要打起来，好，袁公，你是懂兵事的。当年赤壁之战，孙权只有5万兵，曹操倒有73万大军。可袁公，最后是谁打败了谁呢？我的意思，还是和谈为好。要谈也可以，但谈判的基础是君主立宪，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也不喜欢。袁总理，你要搞君主立宪，不过2条路：一，维持大清统治，这个你知道，我绝不会答应；二，弄个汉人当皇帝，可谁来当啊？别人来当你愿意吗？那你来当？中国历史你比我熟悉，你是大清的臣子，你要敢当皇帝，你就是大逆不道的曹操、王莽，就是乱臣贼子。可你只要赞成共和体制，就没这个问题了。孙先生，我来当皇帝，别逗我了。瞅着火坑往里跳，我有那么傻吗？倒是你这个总统当得挺滋润。据我所知，总统是民选出来的，你总共找了17个咨议局议员，就把自己弄成个大总统，简直是开玩笑。可你非要当，我也没拦着你。可你这个大总统要当多久啊？又临时到什么时候呢？不行不行，我不同意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我也不同意。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晚清垮台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障碍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军。
我的意思是，咱们应该改头换面，然后全力扩充，练他5、6万的精兵强将和那狗日的决一雌雄。柯强，你呀，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权。至于大总统，何足论在呢？一定要论的。如果袁世凯是个独夫民贼，你把民国让给他，他肯定给你弄出个伪共和来嘛。陈水怎么能？这事不能这么干，是吧？我们是革命党人，应该以诚示人，信任别人，不宜先怀疑别人是坏人，是吧？如果他是一只大灰狼呢？哎，共和小白兔，我是你的兔妈妈。来，把门打开。哎，你把门就打开了，他就过来呀，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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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共和小白兔就死了。我从来没看到黄克强说童话都那么恐怖。不是，绝不能让新生的共和国成为一篇遗憾的童话。不管那个未来的共和国总统是袁世凯，还是王世凯，还是张世凯，都要防止他成为大灰狼。顿初这话说得实际。先生，我们要制定一部共和国的宪法，让专制主义永无翻身之日。制宪本来是未来正式国会要做的事情，但当务之急是要做出一部临时约法。顿初，这事儿非你莫属。啊，行，责无旁贷。看见了吗？人家早就是胸有成竹了。这部临时约法虽说还不是正式的宪法，但我们呢，切不可等闲视之。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一条一定要写到总纲里去。石泉啊，孙文来的那些个电报你都看了？谈谈你的看法。看来孙文是只想要共和，当不当总统，他无所谓。无所谓？你信吗？中国的历史上倒是有这样的事情：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留下千古美谈。你见过吗？几千年的事情，谁看得见？可书上写着，都是儒家骗人的把戏。你翻个史书瞅瞅，一见皇位有机可乘，没有一个不是想把别人杀了，自己当皇帝，到头来都是拼个你死我活。禅让，禅让个鬼！那公保的意思，孙文用的是缓兵之计。我现在就是给他时间缓，让他准备好，他也没有能力给咱们北洋军较量。这个人最大的法宝就是他的威望。石泉啊，现在全国15个省宣告独立，都打的是共和的旗帜。一旦打起来，孙文就是打不过咱们。可是要收复这15个省，也够咱北洋军喝一壶的。那公保以为孙文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想骗我。既然没有实力，他怎么敢？唉，这个人呐，想推翻帝制是真的，想当大总统也是真的。帝制不推翻，他这个大总统也当不稳当，所以他才说服我，想借用我北洋的军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这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至于以后的事情，他随便找个借口。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赖在大总统的宝座上不走，那还不容易。那，我们干脆跟他武力相见。这也是个办法。不，他利用咱们，咱们也利用他。既然他有威望，咱们就借他的威望使使。实在不行，最后武力解决，咱也不怕他。我想让你到前敌去，替换华普。太后封了华普一个男爵，他就高兴得忘乎所以了，整天给我来电，让我批准他攻打武昌的计划。我是怕他耽误了我的大事。那宫保派我去前敌，不是攻打武昌，我干什么去？让你去拔大树。拔树？你说，要拔一棵大树该怎么办？使劲拔就是了。不对，光靠猛力气是拔不起来的。就算拔起来了，这树根要被折断，要两手抓着它，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不断地摇它，摇到树根松动。到那个时候，风起云涌，这树当倒则倒了。宫保说的这棵树，是革命党，还是朝廷？你说呢？总理，接通了。喂，我是袁世凯。袁公，我是孙文。临时约法的草案。什么？约法？约束谁的法？待南北统一在共和旗之下，谁组成第二届临时政府，这部约法就约束谁。国会成立之后，还要制定一部正式宪法。是君主立宪国的约法，还是民主共和国的约法呀？当然是共和之宪法。看来孙先生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了。青山是必须咬定的，至于山上那棵松树，倒是可以放一放。那得看山是什么山，树又是什么树。共和制是山，临时总统是树。我不信。袁公，坦率地说，谁能让清廷逊位，达成人民意愿，推公让能，自有公论。孙先生，公论是没有的，我只要你一个说法。说法？什么说法？你要一个保证是吧？我告诉你，谁推翻了封建专制，服从约法，谁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孙先生，一句话，
我就听你一句话。可以是你。那交换的条件就一个？对，就一个，国体必须是共和制。他急了。这玩意儿现在搞得还真是有点意思啊！来人呐！末将在。全军集合待命，准备攻打武昌。不可！赤泉，你怎么来了？新内阁中，你是禁卫军统领，总理让你回去接管禁卫军。赤泉，攻下武昌，太后一定会给我封侯的。你干嘛来抢我的功劳啊？回到北京，总理会告诉你的。来，华佗。哎，大帅，去。哎，华佗，哎，吃啊！啊，吃。这禁卫军的事情，可比什么都重要。哎呀，老爷，那边都在等着你吃饭呢。哎呀，你们倒在这儿吃上了。英子，你看这是谁来了？哟，是冯将军吗？你叫他什么？哎，冯将军啊。错了，错了，叫四哥。哎，这可不敢当。有什么不敢当的？我在家排行第4，你在家也排行第4。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四哥，你就是我们家里人的四哥了。四哥，嫂子，来，好不好？这就对了。老爷，有个洋人要见你。哦，一定是那个记者莫礼逊。好，你把他叫进来。夫人你好，看来我来的不巧。巧极了，来，坐下一块儿吃。谢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冯国璋将军。幸会，很高兴认识你。坐 ，Mr. 莫礼逊，我说的对吧？没错。我知道你是来找新闻的，我这就给你一条特大新闻。总理的新闻一定是大的。我已经派杨度过江了。秘密谈判。我请你把它公开出去，动静闹得越大越好。卖报！历史渡江！给我来一份！大新闻，快来看看！卖报！历史渡江！沿着民主南北和谈。给我来一份！什么新闻啊？袁世凯和谈了。袁世凯跟人和谈？历史渡江，来，你看看。卖报！历史渡江，袁总理主南北和谈，袁世凯也跟人和谈。大新闻！